们，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事吗？当你把刘备政权称为蜀汉时，有人会出来教育你，蜀汉是魏晋对刘备政权的贬称，正确的叫法是季汉。实话实说，这种情况我已经遇到过好几次了。我觉得吧，喜欢纠正别人这没问题，毕竟一个错误要是没人纠正，误导性就会变大。问题是你能不能先自己搞懂了再去教育别人啊？实话实说啊，现在很多人对蜀汉、季汉这两个称呼的认知是存在问题的，所以啊，今天不二酱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吧。先来看第一个问题，蜀汉是魏晋对刘备政权的贬称吗？答案很明确，不是啊，这个很好理解，人家都要贬你了，给你的称呼里居然还带个汉字，这把魏晋想的也太忠厚老实了吧。事实上，魏晋对刘备政权的贬称不是蜀汉，而是蜀。看看史料就知道了，曹丕对刘备政权的称呼就是蜀。陈寿在《三国志》把刘备政权贬称为蜀，也是遵循晋朝统治者的意思，所以说蜀是贬称，蜀汉不是贬称。那么蜀汉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？答案是来源于宋朝一本叫《通鉴纲目》的书，这本书的作者为了把刘备建立的汉和东汉、西汉区分，故而将刘备建立的汉称为蜀汉。从此以后，蜀汉就是对刘备建立的汉最普遍的称呼，真的只是为了和东汉、西汉区分，并不存在贬义。再来看第二个问题，季汉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？先来说一个流传很广的认知啊，一些人认为西汉是第一个汉，东汉是第二个汉，刘备建立的汉是第三个汉，所以称为季汉。这个认知是错的。首先，刘备建立的汉不是第三个汉，事实上在西汉、东汉之间还有一个玄汉政权，因此刘备建立的汉实际上是第四个汉。而且啊，季这个字可以指最后，也可以指较小，但是既不装指第三，也不装指第四，因此认为季汉指的是第三个汉或第四个汉，属于错误看法。好，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季汉这个称呼到底是怎么来的吧。一些人认为季汉一词是刘备建立的汉的自称，因此称呼刘备建立的汉就应该用季汉这个字，自称，不应该用蜀汉。那么季汉一词到底是不是刘备建立的汉的自称呢？我的回答是有争议。认为季汉是自称的人，主要依据是皇帝刘禅在诏书中提过季汉一词，大臣杨戏也写过季汉甫曾赞，所以这明显就是自称嘛。问题是季汉这个词其实在后汉书里也出现过，后汉书的作者在评价东汉末年的幽州牧刘虞时，称赞他是季汉之明宗子也。你觉得这里的季汉可能是指刘备建立的汉吗？显然不是啊，这里的季汉就是汉朝末期的意思。因此有些人就认为，不论是刘禅诏书里的季汉，还是季汉甫曾赞里的季汉，指的都是汉朝末期。蜀汉政权内部使用季汉一词，只是表达此时是汉朝末期，情况危急，需要努力匡扶，并不是以季汉自称。当然，也有人认为季汉确实就是刘备建立的汉的自称，因为季有最后的意思，刘备建立的汉以季汉自称取的意思是最后的汉朝，意思是刘备建立的汉朝将永远延续，不会再出现东汉接替西汉这种情况。我觉得这种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。因此啊，我只能说季汉是不是刘备建立的汉的自称，这个是有争议的，无法定论。然而不管季汉是不是自称，季汉这个词都是可以用来称呼刘备建立的汉政权的。因为明朝有一个叫谢弼的人写了一本《季汉书》，用季汉一词来指代了刘备建立的汉，因此用季汉一词来称呼刘备建立的汉是完全可以的。
综上所述，蜀汉和季汉都是为了把刘备建立的汉和东汉、西汉进行区分而搞出来的称呼，都不存在贬义，只不过蜀汉一词使用更广泛而已。八将的看法是，这两个称呼用哪个取决于个人习惯，都没什么问题。但是把蜀汉一词看作贬称，甚至指责使用蜀汉一词的人，那就是非常错误的行为了。在视频的最后呢，我还是想说，喜欢纠正别人这没问题，如果纠正的对，确实可以起到减少误导的作用，但是纠正别人之前，请先自己搞懂，否则真的会让人感到很无语。